成功争取陆客旅游金门，以及呢到中国大陆把迷航的钓客接回台湾，还有协助台商协会处理大大小小的事务，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陈玉珍的身影。四处奔波的他不太好约哦。我们来到金门呢，希望好好坐下来跟他聊聊两岸议题。好，我们刚才本来已经到了中国国民党在金门的党部哦，但是现在陈玉珍委员告诉我们说，因为他行程非常的忙碌，希望我们到那个殡仪馆跟他会合。那我们知道，其实委员们呢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行程哦，其中到殡仪馆跟家属致意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我个人是还没有约访跟人家约在殡仪馆的，但我们就现在先去那边看一下。哇，你行程满档，我帮你别个麦。这个陆客可以来金门旅游是你促成的，你有什么感觉？我不敢这样说啦，但是我们至少很努力在做这样的事情。很多事情是众人的那个大家一起的努力啦。那当然我出了很多力，我中间今年我去北京去了5趟，我是主要去处理这个0214那个金门撞船事件嘛。对。因为这件事情那时候宋主任自己跟我说啊，宋涛主任国台办啊，他说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解决的话，我们金门没有办法开放。所以我们就只好一直去沟通，然后还有一个我们有跟阿兵哥去钓鱼迷航，那我们就为了这个就去了很多趟去做相关的沟通，中间很多事情啊，反正就是两岸的折冲嘛哈，然后最后终于顺利的把7月20本来是23号改成台风改成30号，就在金门签一个共识。那时候我已经在跟他们谈下一个8月7号把我们那个军人钓客带回来，然后那时候带回来以后，我就跟他们已经在谈金门观光了，对，就是陆客开放观光，一步一步的，对。实际上我这件事情已经办好，我已经在谈下一件事情了。哇，很快应该还会有一些好消息。那我想问你对宋涛的印象怎么样？宋主任，我今年见他好多回，就是蛮肯听大家的意见的。我们那天北京在国台办会面的时候，总共会了1个半小时。他说这是所有他见过的团里头讲最多的，因为他聊什么？大家都在讲金门跟厦门之间一些，比如说观光怎么发展啊，那民间交流怎么加强啦，包括比如说运动比赛啊。的一些互动啦，在互信不够的情况底下，我也看到你接受其他访问有讲说，有时候可能是这一层的官员同意了，更高阶的官员当然，因为我从下到上都有互动。对，那你说更高阶是到什么？你是说像赖清德、萧美琴这样总统？真的需要到总统最后来决定？我在两边都是部长级开始一下，我都有沟通。那你会给现在台湾总统赖清德还有副总统萧美琴，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我觉得两岸的这个政策来讲对台海比较有利的局势的做法是要用策略模糊的方法，而不要一直戳破那个窗人子。你不要一直说就说两岸的这种因为历史的关系所造成现在这个分治的这种情形，我们就应该继续多交流。然后至于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不用现在提到台面上来讲。对，其实美国一方面以前也一直采用战略模糊啊，这叫策略模糊啦。那你觉得，比如美国说，对我们说吃这套吗？哇，你只要不要去是他们不要一直去讲一些这个何必的伤感情又无意交流的话，不是嘴巴讲研究事情。好，先下来等一下呢。没有，他们不好意思。阿伯，你先留了。谢谢。多外国的记者都来访问，这外国的德国的、德国的，这德国的记者，德国之声都来访问。我讲安尼我无想要倒行好安尼。那德国人想知道说，您敢没跟丢？安尼两岸局势，大陆会不会打过来？不会打，不会打。我讲给你听来听。38年。大陆的炮只能打到我们口林头，对，93他打到半山，盘山村，83打到金门了，现在打过台湾了，打过台湾不会，现在不会打金门了。这样讲你了解了吗 ？OK。像我昨天什么时候会去台湾？台湾那有啦，台湾很早，子女在台湾了，子女在台湾，对，祖先在大陆。子女想法可能跟你们不一样，会不会？比较不一样。对，比较不一样。去台湾比较久，想法不一样。还是有代沟，还是有代沟。老一辈人才了解，年轻人现在跟他们。拜拜哈，拜拜哈。对，到老了。
你要访问咱金门人的心声，主要是那个。代表性无啦，来主委。主委呢，我们德国的媒体啦，德国媒体两岸关系，你跟他两岸关系好不？两岸关系无好啊，但是金门无尴尬。啊，金门真的哦，金门人希望讲大家和平啊。是啊，朋友上好呀。啊，真正是安尼吗？跟你甲少年人想的可能赶快无赶快。健身的呀。是啊，所以你台湾香港金门大家无啥物尴尬。哎呀，是哦。会不喜欢中国大陆，不喜欢打仗，不喜欢打仗，好，不喜欢打仗，不喜欢打仗，和平，大家和平最好。哎，都是中国人啊，大家和平相处。不是不喜欢中国大陆，因为那时候是时代的宿命，没办法。对，哎呀。慢慢的，这30年了，这30-40年，那金门人看到这样会有什么想法？那都比我们进步，晚上都要从这里看他们。我们这里是三民主义统治，那边是共产主义统治，比我们进步那么多。有一些网上的论坛，每次在谈到这个，比如说或者有人看我们今天播出的片段，看到金门商迁的新生，他说：“好了，算了啦，你们金门人去被统一统啦，可歌可泣啦。”哦，对，我知道。你觉得这样子的说法会不会对你们不公平？中华民国不是属于台湾人的而已。我们金门也是中华民国一部分，所以不是你们可以决定我们怎么样，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自己要怎么样。这个像我们至于台湾本岛的人，就好像台湾人要说哦，我不是属于你那个中国大陆嘛，中国人不要管我啊，我是台湾人，你不要管你，台湾也不要管我，是金门人，我也有我的独立想法。可是你刚才说，我也是有大金门主义，你知道吗？金门主义，克里米亚或者是甚至像乌东地区，没错没错。有一个说法是说，他们会利用金门或马祖来办一个公投，说你看台湾人就是想要跟这个中国大陆，那也是我们这个岛上的人，然后台澎金马才算全部的人的意见啊，全部的意见当然是。所以你认为台湾人的未来是要2400万人共同决定的？我觉得台湾的未来应该要在和平的基础上做任何的决定。谁决定？所以决定让时间去决定，不要急着一直去掀那个锅盖，让时间去决定。这么70几年来都已经这样过去了，何必没事一直要去跳在那边，让人家看到说啊，来啊，我不怕你啊，来打我啊！不管你的大陆官怎样，他很近，他是邻居。这个党部这边好多年，在金门的、看起来蛮你听我讲，很旧，因为它好久了，几十年了。在金门，当你说党部的时候，指的就是国民党部。你说要去哪里去党部，没有人会想到什么民进党啊、民众党，没有这些地方。真的哦。对。我8月要刚就任，然后我也把我的服务处搬来这里。这个大陆做的，这个人啊，这个是对，这不知道多少年前的，可能3年前的吧。来，请进，请进。哎，委员来到金门，其实真的可以感受到中国大陆的城市就非常的接近。对，那你用那个 Google Maps 的时候，一看也是哇，我怎么离台湾这么远呢？是啊，没错啊。所以你看看，你有去马山嘛，对不对？对。那个马山观测站就是当初林毅夫，你知道后来世界银行副行长嘛，他不是后来被大陆培养当经济学家吗？芝加哥大学嘛。然后他从那时候他是马山连长，他从那里游泳到角屿。那有一段期间，就是金门的篮球被锁在铁框里，你知道吗？因为说人家说他抱着2个篮球有去大陆。那我去年海峡论坛，他坐我旁边，在厦门。他吃饭就坐我旁边，我就特别一定要问他这个问题，说他怎么说？我说，请问你是抱篮球游过去吗？他说没有，我哪里需要抱篮球？抱球还阻碍，他自己游过去的。我们的这么不白之冤，不白之冤，这么多人都不能这么顺利的打篮球，所以很近，对不对？而且他现在填那个填海造路嘛，大登机场，对不对？已经填快到了。你有没有看肉眼就是看得到？对，就在前面了。我陪一些国外的游客来，或者是一些国外的记者来，他们看到的感觉是觉得很恐惧。恐惧？为什么？他们在这个很多听过的两岸叙事底下，就觉得说，中国大陆有一天会发动战争。哇，这个新盖个机场又离这么近，是这样的心情。可是这么近需要打吗？这对你来说，你去听一听百姓的心声，刚你有听到需要打吗？那以前飞弹炸弹射程，刚有百姓说很近，就会只能打到金门。现在多远都能打到，需要打金门吗？而且以战术来讲，如果以战略来讲，中国大陆打金门是不智的嘛？为什么？因为你打金门的话，等于是你发动战争。你发动战争以后，你打金门最快1-2个小时总是要吧，也要吧，半天也要吧。
那是不是给台湾中华民国的国军这么没有？不是，因为很近嘛，然后被他整个围住嘛，那我们人又少，这个很正常。好，给你1天没关系，给你1天好不好？那是不是反而给台湾岛的军队有比较多的准备时间？美国的航空母舰如果要从哪里过来，是不是就更有时间？他这样打有意义吗？只是惊扰而已嘛。中国大陆在6月下旬发布了成都22条意见，对，那两岸开始这种关系出现更大的这种动荡之后呢，台湾也升级中港澳旅游警示成为那这是你会忧虑吗？当然不会。来，第一个所谓的成都意见，那是22条，是针对大陆一直强调它是针对少部分人，台湾不要一直没事把这个事情弄得好像全台湾中华民国的人都会去大陆都会受到这个惩罚。No， 不是这么回事。哦，不用制造这种恐慌。那我们也没必要把大陆的警戒做成陈设。大陆现在有发生什么重大的灾害、疫情，或是食人兽吗？没有吧？你这样子恐吓百姓吧？对，但是不支持。我们采访过李明哲，我们也采访过李梦君，对，杨志渊最近被判刑，对，还有一个八旗文化的总编李延鹤。在已经消失了，对，已经消失了500天，那更不用讲，还有其他各行各业的人。所以台湾人去中国大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这个是在制造恐怖，这是在制造恐怖，没这回事。我跟你讲，我举例是来，我跟你讲，来杨志渊啊，对，我觉得大陆我也跟大陆讲过，我也是在遇到他们官员，我跟他们讲说，你们惩罚这个人有点莫名其妙，这个人好像台湾也没什么知名度，被你们惩罚变得很有名，我也没听过他，以前也没听过他是什么，好像是什么民主党还是什么党，我也搞不清楚他是什么党。我觉得大陆因为在对台政方有很多不同的系统，台办、统战部。然后还有其他的什么海外的那联谊会什么，这各个系统。那台办他们系统里头有比较鹰派的，比较鸽派的。那当然军方也是嘛，对不对？好，那我觉得他们的那个这些系统里头所得到的讯息，当然就是对一些人，比如像你说的这些，我不知道他们是因为什么事情哈，可能去那边被人家举报或什么事情，但是这不等于。等于说你每个台湾人民过去，你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委员，你觉得你的那个交流的底线在哪里？因为跟谁？跟中国。这什么交有什么叫交流底线？哪一个部分？政治的融合跟政治的交流。对，以金门来讲以金门的地理位置来讲军校同城化一日生活圈是已经形成了，这个是不管是民间也好，是在往来的，事实上已经形成了。13号晚上我参加厦门台商协会晚宴，14号中午我回到金门跑金门的中秋节活动，15号一早呢我又去了厦门8点半，然后开始参加活动，下午3点半的船回到金门，又跑金门的活动，然后晚上坐飞机到台北，然后在隔天16我就在台北参加金门芋头节的记者会活动，然后下午就去参加录影啊，今天早上又飞回来，然后今天晚上要跑完中秋节活动，明天要飞到台北去开那个，就是我们立法要开议的很多会议要开，所以典型的金门人比较没有我后面这一段，没有往台北这一段，典型金门人住在这里的人，常住在这里的，因为我算是飞来飞去。周休日呢，就是很多人就去大陆玩，像暑假爸妈带小孩子去大陆玩嘛，因为近便宜，就是交通费用便宜啊，然后近，然后大陆也进步。然后你所谓交流，是民间交流，还是说你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说今夏一日生活圈是绝对是已经形成了，所以用什么样的形式来通这个桥，或者来怎么样让进入的一个东西，这个你就要做一个整体的思考。那他今天来100万台车，你放得了吗？委员，我问的是说，你觉得政治上你的底线到哪？因为他问我这个，他有问说是你现在还觉得互不隶属嘛？然后你现在，但是你觉得都还可以再谈，都还有那个空间。那你自己有设定一个底线是可以谈到的？我没有设立什么底线啊，我真的没有啊。要设立什么底线？制度才是最大的原则嘛，是不是？自由民主是大家都要的嘛，这基本上言论自由嘛，自由民主嘛，这是基本的。德国之声呢，来到金门找陈玉珍委员，已经来到最后一站了。现在呢，陈玉珍委员正在台上发言。这里是金门的中秋晚会，在水头这边呢，席开70桌，其他村落呢也有不同的这个聚会哦，在这边人情味非常的浓厚。经过一整天的行程呢，其实真的可以感受到金门跟台湾两地的差别。所以我也想问问大家，经过这一整天呢，跟陈玉珍委员的互动，你有更了解金门了吗？